你叫天下第三，正好，我这一棍叫棍打天下。不过是排名第8的剑，又怎么比得上无极棍呢？ 百里东军，师兄，我来了。你怎么过来了？师兄，你大喊一声我的名字，难道不是叫我过来助阵的吗？我喊你是叫你带着师傅赶紧跑。啊！一个都别想走！不必打了。30岁以下者，你可称无敌；30岁以上者，胜你者不过10人，能杀你者至多3人。这3人中一定有我，但我不杀你。我告诉你你要的答案，但今日之后，我这位姓萧的徒弟，天启城的琅琊王，以后他要做的事，你得帮他。大河之水天上来。想知道答案？好，我就告诉你答案。纵横江湖30载，以学堂之名震慑天下者是我。60年前冷暖双剑，一战大胜名剑山庄魏长树，人称昆仑剑仙者是我。90年前一身不衣，一柄残剑斩断魔教之祸者是我。120年前与诗仙同饮同眠同创，施剑绝者还是我。还有你最想知道的，150年前，凭一己之力创下百小堂者，那是最早的我。仙人扶我顶，结发寿长生。我如今180多岁了，是你的老祖宗。你对你祖宗用棍，放肆！竟然真的有如此之事！你都已经猜到大半，又何必要求这个答案呢？没想到世上竟然真的有长生不老之术。世上哪有什么真正的长生不老啊？只要在世间，就总会有归去的那一天。是我被困在这人间，太简单了。
小师兄，是我看花眼吗？这是我们师傅？他怎么变得和我一样年轻了？师傅他真是人如其名啊，长生不老。你想知道的答案已经知道了，我拜托你的那件事，可不要忘了。可白小棠从不参与朝堂之事，这不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吗？我让你帮他，又没让白小棠帮他。再说了，老祖宗不就是我吗？你想看的，已经看到了。回去写入白小棠。但是不要让其他人知道，明白吗？我不对，弟子孩儿明白。咱俩现在看着差不多大，你就别再自称孩儿了，把我都叫老了。走吧。那孩儿先走了。若老祖宗再回天启，定要回白小棠看看。小乳芳，弟子在。师傅，您原本叫姬长生。什么姬长生？你怎么不叫我苟长生？哎呀，我年轻时哪里会想到自己会长生？我的本名叫做姬虎蟹。我的这位后辈不比我当年差，有了他的帮助，皇位一事啊便会更有把握。天启城里那位用枪的年轻人也不错。至于后面这位，你就别想了。身份特殊，弟子明白。行了，你也走吧。我要去一个地方，到时候会写信给你。倘若你愿意，可以一同前去。我们说不定还能在那里喝上2杯。师傅，您说的话，到底有几分真，几分假？弟子怎么觉得，死去一别，就再也见不到您了呢？你是白痴吗？啊？师傅什么时候骗过你们？都是你们自己不信。之前我说我跟师仙一起喝过酒，你们就在那背过身去翻白眼，以为我不知道啊？好，那希望这一回，师傅没有骗我们。哼，再会了。百里东君，师傅，哎，哎，师傅你别动了。你别动。哦。扶我回马车。好。哎。背我啊！百里师叔，李先生他怎么变年轻了？先回马车上吧。先生怎么了？姬若风猜的没错，我现在确实功力快尽失了，
只可惜他来早了一步，没有见到这难得一见的场面。这天下第一的李先生，现在就连你也能轻易的一剑杀了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怎么一回事儿？以后你就会知道。你们也不用担心，我只是有些虚弱，不是要死。我呀，只想好好的睡一觉。哎，师傅，你不能睡啊，睡了就醒不过来了。哎呦，我真的只想好好的睡一觉。师傅，你相信我，绝对不能睡。相信我，又不是第一回了。你就驾着车尽管往西走，天亮的时候我就醒了。哎呦，行行好。师傅，师傅，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羽生魔带着他那个头顶走了小半个南绝。那个魔头似乎是要去什么洞月湖，挑战个什么剑仙。听说好多武功高强之人都去了。昔日师仙是10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今朝羽生魔藏剑不露身，千里赴一战，不知能不能也成了后世的传说啊？哎，看不出来于兄好文采啊。不过我可听说了，这羽生魔这次，但凡是遇见拦路者，皆是只胜不杀。只胜不杀？难道那个魔头转性了？啊！师傅，你听听，你这次可真是招摇过市啊，就差在身上插一面旗子，上书“羽生魔在此”了。不过师傅，照这么走下去，你确定走到洞月湖之前，我们不会累死啊？杀人之前需要魔剑。怎么了？陈老头，羽狂徒啊！徒儿，去林子里避避。我要会会这老头。这老头很厉害。男爵武学泰斗，天选老人，杀你只需要抬个手。那不如师傅，师傅连手都不需要抬。羽狂徒，咱们也有整整7年未见了吧？你是武学泰斗，我是魔头剑仙，见面无非是打架，不见也罢。听老朽一句劝，回头吧。你是什么东西？你有什么资格来劝我？李长生会听你的劝吗？我连李长生都敢打，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说劝？你这一路只胜不杀，借水为剑，借花为剑，借叶为剑，就是从未拔剑。你是在蓄养剑气吧？剑气养足，杀意养够，再出一剑，就是惊天海地了。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聪明？别人都看不透，你都能看得透。徒儿，你还记得上路前我说的那句话吗？哪一句？看好我出的每一剑，除了最后一剑，不然功亏一篑。我不想错过那一剑。
我的沙徒儿。料峭凌波来，舟上玉生烟。羽生魔，你还是来。春水兄，这剑仙羽生魔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我云哥跟着他，该不会学坏了吧？哼，我这一路上听着好几个江湖人说，他带着云哥闯男爵的事儿。这羽生魔啊，年轻时有个称号，叫做羽狂徒，就是因为他很狂很傲。年轻时行走江湖，打败了不少武功远远高过他的人，靠的就是这身狂气。可惜啊，可惜后来遇到了李长生。这李长生何许人也？更狂更傲。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这样有意无意的夸自己啊？臭小子，我这是夸自己吗？我分明就是在夸李长生。我都说了，这一世我要做一个儒雅的读书人，翩翩少年，不闻天下事，只为美人折腰。您都180多岁了，还为女人折腰呢，就不怕把腰折了呀？哼！春水兄，这羽生魔啊，年轻时很是俊俏，只是后来练魔仙剑时出了差错，竟变得比女人还要美。你看，他就不如你，不懂儿女情长，不然也不会千里迢迢拿着剑去杀燕灵霞了。春水兄，燕灵霞怎么啦？漂亮，真是漂亮！你是真不怕把腰折了呀？再往前5里地，会路过个小镇，叫做千月镇。今天我们就在那儿休息。羽生魔，这一面我们不该见。啰嗦！师傅，那你说，羽生魔是那燕灵霞的对手吗？不好说呀。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？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呀？若他死刑是为了自己，那么2个人打个平手，应该不是什么问题。但若他是为了别人，你是说为了云哥？羽生魔啊，别看很多人都称他为魔，但其实在我心中，他比很多人都要什么？
都要善良。我败了，可你却要死了。你救的不该只是这个男爵第一高手的虚名。我从来不求这样的虚名。即使世间都这么认为，那就这样认为好了。徒儿，我不让你看那最后一剑，不过你还是看了吧。师父，徒儿，不要难过，也不要找颜灵霞去复仇。我练魔功这么多年，我的身子早就反噬的差不多了。就算今日不来此求嗣，我也活不过半年。这一路，我一共出了13剑，每一剑都是对你的指点。我身为你的师父，最后也只能做这么多了。徒儿，我不想你看最后一剑，是因为我不想你步入我的后尘。但你既然看了，就要当得起这一剑的传承。我给你留了一封信，信上有地址，你按照这个地址去寻。师父给你留了份礼物。多谢师父。北方有个老头，我这辈子都没打赢过。你要争口气，赢了他的徒弟。徒儿记住了，必不负师父所托。再见了，我的徒儿。江湖人不知我羽生魔从何而来，我亦不想让江湖人知道我终于何处。师父！周水兄，在看什么？
远处似有故人离去。不错，在我手中能过3招了。司空长风，我们聊聊。好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想问你一个问题：这百里东君出生侯府，身份尊贵，父亲是侯府世子，母亲是温家千金，如今更是天下第一李长生的弟子，他的命可以说是很好了。可你呢，自小流浪，四海为家，朝不保夕。按理说，他应该是你最讨厌的纨绔子弟，你为何会和他成为朋友？我刚认识他的时候，并不知道他是侯府的公子，那个时候只是觉得2个萍水相逢的人一起历练江湖，蛮好的。后来知道了他是侯府的公子，也只是觉得，原来在侯府长大的人也可以像他这样。哦，什么样的？我见过太多的世家公子了，他们呀，只是看着面目光鲜，其实内心里肮脏得很。但是百里东君不一样，他的心是澄澈的，是少年心。这个回答很好。更何况，我觉得我和他是一样的人，他的命好，我的命硬，我和他都是能够走到最后的人。这个回答就更妙了。这几日陪你练枪，你应该听了不少传闻，说我要收你为徒吧？不是，先生，那些只是传言。先生能够指导我用武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收徒一事，我不敢奢求。我不会收你为徒的，因为我没有这个资格。有一个比我厉害10倍、100倍的人想要收你为徒，只是时机未到。可这一天不会太远了，他也同样在等，等着江湖山水与你重逢。重逢？春梦秋云，聚散真容易。谢轩公子这是要走了？恰逢其会，终有一别。我的书看完了，自然也就该走了。司空兄，希望我们也可以山水再相逢。小师叔，先生，我好像也该离开了。何时动身？那便此刻吧。你也这么着急啊？兴之所至，说走便走。天高海阔，先生，我们有缘再会。走了。这江湖依旧，便是因为有着这些一代接着一代的少年吧。到了，就是这儿。赤水兄，你以前来过这儿？要锄头、铁锹还是犁啊？要刀，一把好刀。二公子，方才午夜派人来说，为避免燕家不满，让我们把府内的白帆都给换成红绸，实在是欺人太甚。难道我们真要这般，任由他们宰割吗？少师兄长请人为我批命，命书上说我一生壮志，空腹凌云，死而不得其所。公子，
公子。这把剑吗？这是我去天启那年兄长赠予我的。他让我拿着这把剑，闯过学堂大考，不负凌云。从此以后，这便是我唯一的剑。你问我是否就这样任人宰割？剑门16路天启，纵马扬鞭，踏遍19画洞，万战秋入白衣最飞天。我此生最不怕的就是拔剑，最不信的就是命。燕家在此时联姻，意图吞并我顾家，简直可笑。既然他们觉得白帆不急，想要红绸，那就让鲜血染尽这些白帆吧。我可是狂徒啊！怎么会这样啊？不是说柴桑城很繁华的吗？来了13天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我好歹也是钱东城小霸王，可会来这倒霉地方受罪。大哥，进来喝一杯。不收你钱，就当交个朋友。不交就不交，脾气这么差，给我来10斤肉。起开！别挡着我看我家小西施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酒壮怂人胆。你看再酒也只是看，要是喝了我的酒，你就敢过去了。滚！得嘞。这要是在钱东城，我一把火烧了你的油铺。少年郎，怎么不来和我搭话呀？不必了，不必了。哎，起床了，宋长风。宋长风，嘿，懒骨头，哪有店小二起得比掌柜的还晚的呀？你说也是奇怪啊，这柴桑城不是西南道的第1大城吗？怎么自从我来了以后，这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？
而且我遇到的人吧，也都奇奇怪怪的，你不觉得吗？来客人了。 东归，不错，东归。看你们像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，东归这名字好啊，很配你们。进来喝一杯。小二？什么小二啊？我可是老板。老板？小老板看着年纪不大，生意倒是做得挺大呀。生意大不大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酒好不好。 小老板很是自信呢，那是自然，酒好不好骗不了人，一喝便知。不过若是你们觉得不好喝，那就回家换个舌头吧。大胆！看这天似乎又要下雨了，既然已经来到了这儿，不如进去喝一杯，歇歇脚。走。哎。 我的酒可不是随便歇歇脚就能喝的酒。愿意细品。来，客官便请。我这儿也没什么客人，今儿你们是第一个，请吧。不是已经有一人了吗？ 他可不是什么客人，他属这儿的店小二。小二，桑洛、新风、茱萸、松劳、长安、屠苏、元正、桂花、杜康、须臾、生文、般若。 一共12盏，一盏20两。哼，你知道整个西南道最好的酒馆蓝玉轩里的月落白卖多少钱吗？一盏18两。我的酒比它好喝一点，所以我卖20两。你都要了，爽快，请吧。小老板，既然没事，一起过来喝一杯酒吧。 那我便不推辞了。不知小老板怎么称呼？我姓白，叫白东君。东君科佩生烂山，青玉过时拂柳端。好名字。也有人这样叫过我的名字。来，喝酒。 长安久未绵长，最宜雨天来饮。各位今日不饮的话，可惜了。要这话。元正澄澈甘香，最是远行归客。各位奔波而来，饮一杯正好。这也不好，那也可惜。敢问小老板能喝什么酒？ 那就须臾吧。须臾一念，有的时候，命运的改变，往往就在须臾之间。小老板，这杯我便先饮了。如何如何？我这酒最名天下。确实是好酒，在我此生喝过的酒里，可排前5。第5？那你告诉我，
第一是什么呀？天启城，碉楼小筑，秋露白。秋露白。自以为好酒只能品一味，而碉楼小筑的秋露白，却能品出3味。那我若酿出一壶酒，胜过秋露白，足以名扬天下。小老板若有机会去天启，可以一试。怕是没这个机会喽。我家人是不会让我回天启的。哦，回？真是好酒啊！我可真是个酿酒的天才啊！诸位，不饮一杯吗？这元正确实清爽回甘，确实不错哈。那边那位店小二，请你喝杯酒吧。来找事的。啊，有酒就行了。是元正，好酒。不够。嘿，你个赔钱货，别打了我的酒！我的酒！果然又是来闹事的。好强！追须强。啊！你这家伙，都说了不让你打，你还打，你个赔钱货！注意客官，我家店小二就是个江湖浪人，不懂礼数，莫怪莫怪。哼，看来这个雨一时半刻是停不了，但有些事却耽误不得。小老板，今天这酒便饮到这儿了，告辞。学正，发什么呆呢？走了。这里面啊，还有一个人，我闻出来了。闻？女人香，女人。身体可有好受些？兄长，不碍事的。那酒肆到底什么底下？里面有个小老板，年纪不大，应当不会武功。他旁边的小二倒是会些功夫，但也不算太强。不过，这些现在都不重要了。为避免节外生枝，我会派魁正和学正将他们抹除。没想到啊，掌柜的，年纪轻轻这么好色。我清清白白的，你可别乱说，坏我名声。不过是那熏香，我娘亲也用过。我早在1个月前就已派人控制了整个龙首街，唯有这间屋子，我摸不着底细。原以为只是一间实实在在的无主之宅，没想到临到关头，人出现了，还开了一间酒肆。尝尝，是好酒。人嘛，也算挺有意思的。还问我这酒能不能名扬天下？
桑路，柴桑远路，好名字。也确实是好酒。只可惜，这名扬天下，他怕是等不到。西南道近日有一件大事，而且是个大喜事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以我这一手酿酒术，可以先成为柴桑城的第一酿酒师，顺理成章的受邀为西南道第一大喜事备酒。到时候前来观礼的各路英豪都可以喝到我酿的酒。如此一来，等等，什么大喜事啊？你不知道？当然是西南道准女儿的顾家和老儿燕家联姻的大喜事啊！白同学，别为大为小的，叫掌柜的。其实从一开始，我就觉得这条街道有些古怪。我只不过是贪图你的美酒，便留了下来。可现在有些后悔了，我应该早早就走才是。你什么意思呀？我们意外卷入了顾燕两家的斗争之中。不止他们，还有刚才那一队人也是。哼，唉，我浪迹江湖这么多年，这点嗅觉还是有的。那你秀一秀，他们为的是什么呀？方才你不是说顾家和燕家要联姻吗？可这顾家大公子前些日子忽然暴毙，如果这门喜事是真的，那这喜事太蹊跷了。这人都死了，还结什么亲啊？顾家还有一位公子，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首诗？风华难测清歌雅，琢墨多言凌云狂。柳月绝代莫尘愁，清香有才留无名。这也太不押韵了吧！哎呀，这是白小堂发布的公子榜，只不在押韵，而在贴切。讲的呢，是我北离的8位绝世英才：城府极深的风华公子，风雅精致的清歌公子，一口三舌的琢墨公子，狂傲自私的凌云公子，容貌绝代的柳月公子，面如黑炭的墨尘公子，才华绝世的清相公子，以及空缺暂留的无名公子。那这和柴桑城还有顾家又有什么关系啊？这凌云公子啊，姓顾，所以说顾家的这场联姻，新郎官就是凌云公子顾剑门。凌云公子，这听着便是奇妙啊！走，走哪儿啊？去顾府，要顾剑门来喝酒啊！凌云之气一飞冲天，听着便会是个了不得的大人物。等他喝了我的酒，去外面吹一吹，我名扬天下，指日可待。好，可别走。你不是要带我去顾府吗？怎么像是去做贼？你信不信光明正大的走，连这条龙首街都出不去？哎，没想到你这个赔钱货懂得还挺多嘛。那是自然，混迹江湖这么多年，要是这点心思都没有，早就埋在下面了。走吧。怎么了？有人。司空长风，快看，这天怎么突然黑了？嘘。
公子，这天色……站住！是来自暗河的贵客吧？苏黎，不可造次。贵客临门，要一起喝一杯吗？多谢公子，但还是不必了。贵客是信不过我顾剑门吗？如果北离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暗河相信的人的话，那便一定是公子了。谁人不知，这暗河是江湖上人人闻风丧胆的存在。只要有暗河出现的地方，必定会充满杀戮与死亡。像你们这样的刺客恶鬼，也需要朋友吗？公子言重了。就算是刺客，也需要朋友啊。就像我们暗河选中了公子，是认为公子有些事儿可以帮到我们，而我们也可以帮公子做一些事情，一些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暗河口中的朋友，就是这般利益关系。这样不是更可靠吗？公子本应有许多朋友，可现在他们都去哪里了？他们在哪里不重要。公子的兄长，他本无真凶之心，却依然死在了巴别城，死在了离故乡300里之外。公子，你的敌人容不下你，更容不下你的兄长。敌人的刀已经拿起来了，而我们暗河会派最精锐的杀手来此，帮助凌云公子你。让他们燕家有来无回。兄长如我父，此仇我誓死必报，但不需要靠暗河来报。名剑月雪，据说这把剑奇刃之锋，可斩断空中雪线。公子是要杀了我呀？暗河想在西南道立足，就不打算拿出点诚意来吗？来，让我看到你的诚意来。好。
利刃纷纷，必杀之时倾泻而下，宛如沐雨。你分明是暗河中凶厉的刺客，可你的剑里却有着剑客才有的剑意。公子从一开始便没打算跟我们合作，为什么又逼我用出最后的杀招？如果我说是因为我兄长死了，可我却还被困在此处无法离开，所以很想找人结结实实的打一架，那你的剑是不是就要刺下来了？公子若考虑清楚，可去青松客栈询问，我会在那里等公子7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本不应该有名字，但我愿告诉公子我的名字。我叫苏沐雨。公子再见。公子，他暗河3家中，穆家极擅长此等诡道秘术。苏沐雨来到这柴桑城，必然不会是一个人。这墙外，必定还会有穆家的人为他护阵。就连这突如其来的黑天，亦是他们的手笔。至于这些秘术，你想不通的，便不用去想了。那他刚才说的是？暗河不请自来，背后图谋令人胆寒。我们的敌人，只是人世中的凶徒。可来做交易的，却是地狱里的恶鬼啊！那鬼应该走远了吧？奇哉奇哉，这天怎么又亮了？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咱们先离开这儿吧。走。你们两个看到了什么？十三鬼，他们可在这里等了许久了呢。我们什么都没看到啊。走吧，离开这里，最好离开这座城。十三鬼，还不快走！多谢。吓死人了，吓死人了！我不过是偷偷跑出来开个酒肆，清清白白的卖我的酒，差点连性命都没了。你说我有没有点天理了？掌柜的，不是吧？那是东家起火，西家冒烟啊！啥？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啊！小老板，怎么才回来？这是去哪儿了？我还要跟你买酒呢。哎。实在不巧啊，酒都卖光了，改日吧。改日？改日可就没有机会了。啊！没机会的是你。哎，看来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，今日必有一战了。掌柜的，找个地方躲好了。司空长风，你小心。哎，
名之辈，报上名来。哼，巧了，我还真是无名之辈。我从小未见过父母，吃百家饭长大，睡破寺庙而活，未曾有过姓氏，更无人给过姓名。不过生来空空，去也空空，也是不错。我给自己取姓司空，也愿化作长风，一去不归。回武将，司空长风。哟，原来这才是正主啊！原来你们是一伙的。我们素昧平生又毫无过节，我还给你们喝了一盏我的好酒，你们为什么杀我？总不能是嫌我的酒太贵了吧？怪就怪你开店选错了地方吧？儿戏了吧？生命是很珍贵的东西，每个人都只有一次，我们并没有权利随意去剥夺别人的生命啊！白痴！你说什么？掌柜的，你还没听明白吗？顾府已经被这帮家伙包围了，咱们碍着他们的事儿了。说你白痴没错，你竟然想着和这样子的人讲道理。喂，屠夫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，如果我们现在离开，能放过我们吗？不能。那就不废话了，打吧！遭官法，死谏阎罗，你是金口阎罗严千岁。掌柜的，你先跑。我千里迢迢的跑过来开酒肆，也不是没有主来。你快跑啊！少年郎，去哪儿啊？你躲什么呀？是姐姐不够美吗？当然不够。你想去哪儿啊？去那儿。你怎么还没跑？你找我上面。倒是小看小老板了，没想到你武功平平，轻功倒是不错。只是想从我这里过，就这几步，还不够哟。这样吧，姐姐看少年郎生得俊俏，也不忍斩尽杀绝，不如把我们放了。说什么玩笑话？不如你们两个活一个，死一个吧。怎么样？商量一下，谁死谁活？白东君，我知道，不过是萍水相逢。你我的交情，在方才那一战中也用完了。我理解。什么？我话都没说完，你理解什么了？你理解？啊？我还有最后一枪，这一枪之下，前面这个一定会死，但我也不一定能活。你尽力自保，如果我能活下来，
我就带你冲出去。你有几成把握？1成。1成的把握，你还有脸说的这么信誓旦旦？不过是将死之人，拼一拼罢了。司空长风，如过了今天，我俩还有命活，我再告诉你。死什么呀？不死。学正，真是个难听的名字呀。重新认识一下吧。我姓雷。雷？哪个雷？雷家宝的雷？哎，也可以这么说。虽然雷家宝并不喜欢我这个不听话的子孙吧，但我还是认这个家的。你是楚墨多言雷梦莎？